亲生父母极度重男轻女，把我丢弃在山里，他们以为我早就死了。10年过去，我转到了新的学校，和我的乱生哥哥成了同班同学。亲生父母在网络上造谣，当初是我离家出走，现在拍场高志不顾生恩，他们想吸干我的血，为哥哥铺路。那么准备好了吗，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欢迎来到这一场复仇盛宴。大家好，我是林雨熙，很高兴加入这个集体，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开心地度过高3这一年。我微笑地站在讲台上，介绍自己，夹杂在稀稀拉拉的掌声里，更多的是惊讶和疑惑。同学们的目光在我和教师角落里来回移动，我一眼便看到了教师角落里那个长得和我有8分像的少年，他盯着我，眼睛瞪大，满脸难以置信，我全当不知。下课后，有女生来问我，你和陈兆年什么关系啊？我一脸茫然，我不认识他呀。女生惊叹，你们俩长得可真像啊，你眼瞎呀？谁和他像了？陈兆年狠狠瞪了女生一眼，走出了教室。女生还在惊叹，校草就是帅。我看着他的背影笑而不语。我亲爱的哥哥，好久不见。我被丢弃的时候只有7岁，那天我的亲生父母对我说，今天是我和哥哥的生日，他们要带我一起去游乐园。我万分欣喜，平日里爸爸妈妈的眼里都只有哥哥，什么好吃都是哥哥的，出去玩也只带着哥哥。爸爸妈妈和我说，家里穷，哥哥是未来的顶梁柱，什么都要先让着哥哥。我总是很乖巧的点头，因为我要是惹陈兆年不高兴，父母就会对我拳打脚踢。陈兆年恶劣的说，你就是我的一条狗。去游乐场的路上，陈兆年递给我一瓶牛奶，我以为他终于愿意把我当成妹妹，很开心的喝了。没多久，我感觉眼皮越来越重，意识逐渐模糊。陈兆年笑得像个论魔，你太爱食了，还是去死吧。陈兆年把我堵在厕所门口，气急败坏。陈兆月，原来你没死，看到我还活着，你不高兴吧？哥哥，我笑容甜甜，一果然记得。陈兆年上前一步，想依靠身高优势，像小时候一样扯我的头发，逼我就范。我一个侧身避开，用尽全力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他疼得立刻弯腰捂住肚子，刚缓了口气，他就想继续上来揍我。我一把牵住他的手臂，让他动弹不能。陈兆月，你给我放！我笑着用力向后一拽，清脆的咔嚓一声，他脱臼了。陈兆年疼得直接跪倒在地上。我站在他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冷冷道，哥哥，你现在可不能打我哦，我是跆拳道黑带，下手没轻重的，要是打伤哥哥就不好了。小时候，陈兆年把我当成家里的一条狗，以捉弄我为乐，假装和我玩捉迷藏，把我锁在柜子里，任凭我怎么哭，怎么求他，都不放我出来。他如果弄坏了家里的东西，就让我背锅，电视机是陈兆月弄坏的，这种谎言张口就来，哪怕父母都知道，我连接近电视机的资格都没用，可他们并不介意以此为由打我一顿，既能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又能得儿子一笑。家里唯一护着我的人是姐姐，姐姐大我2岁，她叫陈招娣，她存在的价值就是为全父母的祈愿，能迎来一个男孩。或许是因为陈兆年的出现，让父母确认了他能带来好运，对他还偶尔有个好脸色。有时候遇上陈兆年不喜欢的零食饮料，姐姐就会分了一些。姐姐会在其他人都睡着的时候，带着我偷偷跑出去，找一个高高草垛，一边读我说自己想象的故事，一边和我分享这些零食。我和姐姐说，等我长大了，要做大明星，姐姐做大编剧，这样我就可以言节节写的故事了。姐姐总是笑着说好，把零食都给了我，说身体健康才能当大明星。微信零食并不好吃，却是那时候最温暖的记忆。可是姐姐死了，是陈兆年杀了她。直到放学，陈兆年都没有再来找我麻烦，他不敢硬通音，肯定会想别的办法，真让人期待。我出了校门，看见一辆熟悉的车停在校门口不到50米的地方，我坐上副驾驶，一双手伸过来帮我系成安全带。我说过，你不用自己动手，我可以帮你。林妍希表情冷峻，眼皮微抬，像一只困倦的狮子。我看着反光镜里很瞪着我上车的陈兆年，甜甜一笑，这么好玩的游戏，我可不舍得分你，单纯只是让陈家一家3口去死，实在是太简单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要一点点剥夺他们重要的东西。我被遗弃之后，或许天不绝我，一个深山老道捡到了我。1年后，林氏夫妇在道馆求院，见我可怜，别说留了我，他们求的是希望林妍希的病能好起来。林妍希大我3岁，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许我经历了足够多的苦难，积攒的运气，还能带给关心我的人。林妍希匹配到了合适的心脏，出国手术疗养。她因为长期生病，脾气很差，而我一直陪在她身边，失眠、抑郁、狂躁，缺乏同理心，有自毁倾向。我们俩都是生病的小孩，互相展示着彼此的伤口，现在已经能控制了。但要想彻底好起来，除非把心结打开。医生如是说，对我来说，打开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复仇。林妍希身体已经大好，决定陪我回国，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还有我。他说，我穿着高定礼服，挽着林妍希的手，走进陆家的宴会大厅。这是我和林妍希回国之后，第一次在宴会上露面。林少爷，好久不见。陆家大小姐陆新抬的抬酒杯，对着林妍希点头问好，好久不见。林妍希礼貌地回了一句，她眼神踢见我，神色诧异。这位林雨熙，我自报家门，微笑的打个招呼，林小姐长得。陆欣遥遥的冲着旁边喊了一声，兆年。这边在场的客人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投来了看好戏的眼神。这位小姐长得和陆家大小姐心尖尖上的一个好像啊，什么来头？林家收养的，陪林少爷在国外待了10年，和陆小姐的那位可不一样，的确一比气质就差多了，到底是个小演员，上不得台面。
陈兆年显然听到了这些话，看见我的时候，脸色煞白。陆欣网上了陈兆年的手，好奇道：兆年，你认识他吗？陈兆年刚要否认，我抢先回答：我今天刚转回来，现在是陈同学的同班同学。是。陈兆年僵硬的点点头。这也太巧了。陆欣好奇的补了一句：长得这么像，我还以为你们俩是兄妹呢。我歪着头看着陈兆年，我可没什么哥哥，只是碰巧罢了，就是不知道陈同学有没有妹妹。陈兆年的脸色黑如锅底，当然没有。林妍希刚回国，需要应酬宾客，我一个人走上阳台，打算吹吹风，一只手从后面死死掐住我的脖子，把我狠压在栏杆上，另一只手死死控住我的手，以防我反抗。掐我脖子的手逐渐收紧，他是真的想杀了我。我并不害怕，甚至隐隐的兴奋。陈兆年，你要在这杀了我，你就是杀人犯，跑不了。陈兆年微微松了力道，把我翻过来，你为什么来这？我恶劣一笑，当然是来看看我亲爱的哥哥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呀。陈兆年的这张极具欺骗性的皮囊是他最大的价值。2年前他被星探看中，主演了一部青春校园剧后一炮而红，后来也接了几部配角，如今也算是个2线小明星。他背后的金主就是陆家大小姐。最初陈兆年对陆欣爱答不理，他们现在的亲密还是陆欣舔来的。陆欣以为他是个励志的能家少年，给了他最直白又热烈的爱。我原本以为陈兆年这样的人是没有恩情所在的，但从4家侦探的照片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他会和陆欣一起去喂养路边的流浪猫，眼神全温柔。他会在半夜去酒吧接喝醉酒的陆欣，背着他走一路。他会陪着陆欣逛街，手里满了购物的袋子，也不会抱怨一句。黑暗里的人一旦看到了光，就会迫切的想要去喂己有。陈兆年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陈兆年当然不会在陆家杀了我，他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美梦，不允许我破坏他，真好笑。杀人犯有什么资格谈幸福？离我远点，不然我真的会杀了你。陈兆年临走前怨毒的威胁着我，我真的不能直接杀了他吗？一条围巾轻轻覆上我的脖子，林妍希的手在我的脖子上挖撒，想要盖住鲜红的手指印。他声音有些低，透着冰冷的杀意。我附上他的手，与他十指相扣。不行哦，咱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陈兆年开始在学校霸凌我，他很聪明，知道什么叫兵不血刃，他只是流露出对我的厌恶。他的追随者们就会前赴后继的来找我麻烦，可惜这些人有点蠢，一些撒图钉、撕试卷的小手段不见成效之后，一个大姐头带着5、6个人把我逼进了厕所，反身锁了厕所的门，离陈兆年远点。我看着他们，气定神闲道：陈兆年没和你们说吗？说什么？他们有些疑惑，我下手没轻重的。我在他们震惊的眼神中，摆一桶干净的水浇在自己身上。老师摔开门的时候，我正浑身湿透，可怜兮兮的缩在角落，其他人则是鼻青脸中倒了一片。为首的大姐头手里拿着拖把，满脸惊怒的要上来揍我，被老师一把拉住。老师，救我！我声音哽咽。大姐头坚决声称是我动的手，她拿着拖把只是为了自卫。我解释说，那些人是抓我的时候滑倒的，和我没有关系。一个平时行为不良的学生，一个有异议诊断的学生，人们心中的天秤会倒向谁呢？没有录像，各执一词。我执意报警，都不过是学生，见了警局，3言2语就能逼问的差不多。是陈兆年，是他说他讨厌这张和自己长得很像的脸，还说他利用这张脸在外面假扮他骗人，所以我们才是在学校。话题敏感，又涉及到公众人物，网上很快就有了疯传。信心，你要信我，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是他们喜欢我，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力。陈兆年对着陆欣读咒发誓，最终陆欣花了不少钱找人评了下去，可是很多人都开始反思，我身后有鳞甲，只是因为长得像陈兆年就被霸凌，如果换作是个普通人呢？为了他为难我，真的有必要吗？一旦开始有了这个念头，陈兆年的声望就会一降再降，他在学校再也不能一呼百应。我亲爱的哥哥，这种被周围的人逐渐抛弃的感觉怎么样？为了挽回形象，陆欣找关系给陈兆年接了个广告拍摄，这个广告的级别很高，显得是在国际上颇有威望的电影导演。如果陈兆年有不错的表现，之后的资源必定能上一个等级。陈兆年接到广告之后就放出了风声，还比着广告的方向拍了一些写真照，他的聪明者又回来了一些，他挑衅的看着我，我会越站越高，你这种杂碎永远碰不到我，是吗？哥哥，登高一跌重哦。我出现在片场的时候，陈兆年惊惧的站了起来，你怎么在这里来和你演对手戏呀？哥哥，难道你没看最新的剧本吗？我笑着把手里的剧本递过去，陈兆年看着剧本上的主演赫然写着陈兆年、林雨熙，恶魔和天使本就是一对双生子，都是天使的样貌，恶魔为汉人间，最终天使为了拯救众生，亲手杀了恶魔，可破了杀戒的他最终堕落成了新的恶魔。原本这个剧本是陈兆年一人分饰2角，但这会增加拍摄和后期的难度，很多镜头也无法拍摄。导演是个有野心的人，肯定不想止于此。我用林家的身份请资方吃了一顿饭，送我们一份简历给导演。真实存在的双生子，诱惑太大，我成功拿到了恶魔的角色。陈兆年不是想靠个广告证明自己吗？那我就来帮他证明，他引以为好的东西是多么不堪一击。陈兆年的造型很惊艳，金发白衣，雌雄莫辨的，就像个真正圣洁的天使。兆年你真好看，你和画里的天使一模一样。陆欣兴奋地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夸他。我装到结束走了出来，也来一片惊呼。化妆师刻意加重了我的轮廓线，加上垫高的靴子，我和陈兆年几乎就是一个母字刻出来的，只是10年温养出的气质。趁着陈兆年向着劣质的冒牌货
陆心惊都忘了呼吸，陈兆年气得发抖。天使把恶魔逼到栏杆边，双手掐住恶魔的脖子，把他推下高塔。你们身份不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眼神。导演讲解着这场戏，走了2遍戏，准备正式开拍，工作人员已经撤离。这一段没有台词，没有录音设备，为了加强氛围，现场灯光压暗，从上往下看不到塔底。我站在高塔边，对着陈兆年说，姐姐坠楼的地方比这高多了吧？我回过身，冷漠地看着他，你把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推下去，一点都没有寓意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陈兆年浑身发抖，那就让我来帮哥哥给你回忆一下吧。我嘴角上扬，指着栏杆说，当时你掐着姐姐的脖子，用力把她推到了栏杆边，栏杆断裂，她就像断翅的蝴蝶一样飞了下去。我听说姐姐死的时候都不肯闭眼，她到死都不会相信自己的亲弟弟会杀了她。你看着她摔下去的尸体，那一大滩的红色，真的不害怕吗？姐姐对你那么好，你那时候才8岁，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的声音越来越大，音调越来越高，不断发出质问。陈峰的记忆被打开，陈兆年的呼吸越来越重，他辩驳道，不是我的错，是栏杆螺丝松了，他才掉下去的，我根本没想杀他。不，你一开始就想杀了他。我露出一个个毒的笑容。那栏杆的螺丝是不是松的？你最清楚，毕竟那是你特意挑选的地方。这么多年做梦，你有没有没梦到过姐姐？你就没有一点点后悔？我现在和陈兆年几乎一模一样，在他眼里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恶劣的、毫无人性的、充满杀意的。我从来都不后悔。他发现是我们遗弃了你，他要报警。他凭什么偏心你？凭什么想毁了我？陈兆年双眼赤红，一步上前，如同恶鬼一般，双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我微微起身，轻声蛊惑，来，杀了我吧，就像杀了姐姐一样，把我推下去，这样就没人知道你做过什么了。你以为我不敢吗？去死吧！陈兆年把我按在栏杆上，用力往下一推，他看着我的身影，飞快向下坠去，发出了如恶魔般的笑声。等他回过神，才发现整个片场已经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看他，好恐怖啊！你们看到陈兆年的眼神了吗？真的像在杀人，根本不像演的呀，太可怕了呀！他不会真的杀过人吧？哇，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也没有听过那个传闻，说他讨厌林雨熙，他刚刚不是真的想杀林雨熙吧？说不定是入戏太深，就算是演戏，他就算是天使吧，那他演的跟着杀人犯似的，根本也不天使啊！我要粉转路了，那笑太恐怖了。我不是，我刚刚……陈兆年在各式各样的目光中惊慌失措，他在对上陆星害怕的眼神，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有威亚保护，根本不可能受伤。哥哥，喜欢这场表演吧？我无声的做着口型。最后是导演出面，稳住了局面。他还以为陈兆年只是没入戏，耐心讲解，你现在是天使，他不仅是恶魔，还是你的双子。他就算犯错，你终究也是不忍心的。可是心态彻底崩了的陈兆年，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无法发挥演技。场地和人工的价格可不便宜，不可能一直陪着他耗下去。导演气得直接换人，用了第一方案，一人分饰2局。只是这次的主演换成了我，表演精彩，满堂掌声。导演万分惊喜，不停地夸赞我，并表示期待能与我有下次正式的合作。陈兆年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怨毒和恨意，我会以微笑，亲爱的哥哥，为你铺好的路就这么送给了我，你不开心吗？陆心来找我，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毕竟陈兆年这2次翻车都与我有关，你转学吧，离陈兆年远点。陆心疲倦的开口。我好奇为什么？兆年和我说了，他有个姐姐，家里总是更偏爱姐姐，什么好吃好喝的都给了那个姐姐，那个姐姐从小就一直欺负他，还把他弄丢在山里，差点害死了他，姐姐却像没事人一样推脱得一干二净。后来这个姐姐因为意外坠亡了，他才从那窒息的感觉里解脱出来。你和他姐姐长得很像，所以他看到你就想到他姐姐，才会失控，真厉害，彻底的颠倒黑白。我有些不可思议，你信他？信他父母会重你轻男？陆心点个头，眼神里仅有的一丝迷茫转瞬而逝，变得坚定无比。我相信他，你就这么喜欢他，你不会明白的。我第一次见他，他穿着白衬衫就站在阳光下，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干净的男生。那天我中暑了，他给我买了一瓶水，还微笑着问我要不要去医务室。陆心一脸向往和迷恋，这和从来没人给我煮一碗白粥有什么区别？陆心走后，我抬头看向那个一直站在2楼听完了我们谈话的人，不解道，陆家怎么会养出这么个傻白甜？他不用继承家业，陆家把他当公主一样护着。林妍希走下来，拿走我手里的咖啡，少喝点，我若对他动手，你会阻止我吗？我看向林妍希，我为什么要阻止？林妍希有些不解，手中不停给我换了杯温水。陆家不是有意想和林家联姻吗？这么个好拿捏的小姑娘，可不常遇见。我调侃道，不会有联姻的。林妍希牵起我的手放在他胸前，眼神里藏着偏执，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最好说的是真的，不然我也可以杀了你，再自杀。我还抱着他笑着说，也可以，我不介意和你殉情。他隐有些兴奋，2个不正常的孩子，长大了也只不过是不正常的大人。广告还没上映，陆星的生日先到了，他要在今天和陈兆年订婚，这是一场全网直播的订婚。陈兆年打算利用订婚造个情侣 IP， 方便之后吃人设红利。不愧是我的哥哥，爱陆星之前，他还是更爱自己。陆家当然不会同意，听说陆星绝世3天，加上自杀威胁换来的，陆星信誓旦旦，等他们够了年龄，领了结婚证，他就会搬出去，不会靠陆家。到底是陆家放在心尖尖上疼的小公主，纵然无奈，居然还是同意了。还好陈兆年成年了，不然这场订婚更像一场小孩子过家家。我对进化的妆
化妆不愧是血书之一，能让我看起来和陈兆年相似，又完全不像。林妍希拿过我的外套，走吧，错过好戏你会不开心的。陆行当然不希望在订婚宴上见到我，那和林家身份摆在那，这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感觉，真是让人愉悦。这个订婚礼，陆家并不会派人来参加，这也意味着陆家打算放弃这个小公主了。我挽着林妍希的手，微笑道，陆小姐不用摆脸色，等你彻底离开陆家，就再也不用参加这样的宴会，自然也不会再见到我。我声音并不小，周围的人听到也都不由窃窃私语。陆家的事听说了吧？没想到陆大小姐还是恶意爱呢。哎，也许人家寻的是个真爱呢。别扯了，哪有那么多真爱？没有了陆家的庇护，这样的闲话只得不少。陆心固执的把这些话全部屏蔽，铁的心要一股行。既然这样，那我就送给我亲爱的嫂子一份订婚礼物吧。谢谢大家来参加陆心小姐和陈兆年先生的订婚现场，掌声很点面子。陆心和陈兆年含情脉脉地看向对方，网上也是一片和谐。好甜啊，好好喝，俊男美女我可以。让我们先通过一段影片来了解一下这对有情人吧。视频一播放，场下顿时一片尖叫。这是一段恋猫的视频，陈兆年对着镜头残忍地笑着，把滚烫的热水浇在刚满月的小猫身上。在小猫凄惨的叫声中，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里的刀，之后的画面血腥又残忍，不少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画面，低头不看，有些甚至在旁边吐了起来。陆心满脸不可置信，他几乎是跌坐在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记忆里的白衣少年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网上早已骂声一片，太残忍了，这些还是人骂，畜生，好难受啊！有猫的根本看不了这种视频，其中也夹杂着陈兆年粉丝的勉强支撑，这也许是 AI 换脸呢，这是 CG 特效。大家不要信啊，现在视频那么多假的，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啊。但是他们的话语很快就淹没在骂声之中，直播很快被切断了，可是现场的视频却怎么也关不掉，是你，都是你干的。陈兆年怒击跳下台，伸手就要抓我，他的手还没到我面前，就被林妍希两下放倒在地上，别动，不要冤枉我哦，我可没虐猫，我一脸无辜啊，听说虐猫的人有杀人倾向呢，你觉得呢，哥哥？这场闹剧的最后，由陆家的人介入而收场，每位宾客都被安然送到了家，并附上了价格不菲的礼物，收了礼物就要适当闭嘴，相当于给陆家一个面子。但是网上的言论早已说不住，不少大佬都出来证明，视频不是 AI 合成，也没有 CG 特效。陆家为了保全名声，声称不知情，和陈兆年做了割席。之前的广告方肯定不会放过这个热度，为了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换演员，乘机放出了拍摄花絮。陈兆年近乎癫狂的笑容，无数人不好而理他了。陈兆年他真的好恐怖啊！真的，来人查查他吧，太恐怖了！我看完一直在做噩梦，虐猫的人有杀人倾向的，他是不是？我反正再也不想看到他了。没有陆家的助力，陈兆年彻底宁声扫地，所有人都觉得陈兆年完了，他最后的底牌要出了。我翻看网上的言论，扬唇一笑，陈兆年最后的底牌当然是我的亲生父母。陈兆年之前一直都想和父母做割席，他内心也在抵触，也想逃离，他也知道有一对重男轻女的父母也是自己的污点，可他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弄到了我的电话，约我见面，我陪你去。林妍希握着我的手，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担忧。好啊，我没有拒绝，为了保密，选了的私房菜的包间，这家私房菜并不便宜，为了陈兆年，居然舍得下蟹本请我吃饭。10年未见，爸爸妈妈这个称呼和形象在我这里变得十分陌生。他们见到我的第一面，便是抱着我痛哭流涕。我们不是故意遗弃你的，是你睡着了，我们不小心踩。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找你。听你哥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国外，难怪我们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妈妈还拿出了寻人启事，上面有我的照片和联系方式，想要证明他们没有撒谎。爸妈，我的眼泪迅速漫了出来，演技真好啊！我要不是看到那录音笔亮着的红灯，我都要信了。姐姐是怎么死的？我财神兆年一定没有把拍摄现场的事告诉他们，我只想知道他们到底知不知情。他就是贪玩，去了楼顶，然后一个不小心，那就是意外。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神色躲闪。真的吗？我神色凄怨，真的。当时兆年和我们在一起，你不信可以去问当年的警察。爸爸急忙辩解，当初的案宗确实是这么写的，真事实，他们一直都知道，但是他们选择帮自己的儿子隐瞒杀害自己女儿的事实，我失去是装下去的兴趣。赵月呀，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妈妈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来意，你哥的事你知道的吧？我低着头，表情都懒得再演。妈妈想来拉我的手，赵远，帮帮你哥哥吧，你哥哥现在是明星，未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能就这么毁了呀。我缩回了手，你打算让我做什么？赵远，你别误会，你哥好了，我们家才能更好啊。爸爸连帮说，我们也是在找办法。我问什么办法，你就说视频里面是你故意化妆成你哥哥的样子，你就是想不关注。妈妈温声劝我，真是还有创意的想法呀，就像小时候他们坏了电视机一样，明知道不是我的错，但是要我来背锅。或许在这对父母眼里，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区别。凭什么？我冷声问，你哥哥年纪还小，他还要继续过自己的人生，不能有这么大的污点。妈妈急了，所以我的人生就可以随便舍弃，污点我呗，那我有什么好处呢？你们打算给我多少钱呢？我冷笑。妈妈的声音发颤，赵月，听你哥说你被一家有钱人收养了，你一定也不在乎钱，可你哥，因为我现在比我哥好，所以我活该被吸血。陈兆月，你有没有良心？你是我们生的，你是我们家的人。爸爸的脸色难看极了，别这么叫我，从你们把我遗弃开始，我就不叫这个名字了。我站起来，
一把掀翻的桌子，打翻的饭菜，淋了他们一身，你们真恶心。林妍希走上前来抱住我，想哭吗？我摇摇头，我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妍希你知道吗？什么？承认父母不爱自己，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舍弃我，才可以让我的恨永不消减，永不心软。他们果然把录音剪辑发到了网上，我的父母还录了一段催人泪下的视频，痛称自己弄丢了我之后是多么难过，花了多少钱找我。如今我身在豪门，却丝毫不顾念生养真，对他们冷言冷语。他们说月猫的人就是我，他们是想规劝我，可我却丝毫不知悔改。他们要和我断绝关系，一旦激起千层浪，陈兆年的粉丝又死灰复燃，想要维护他。广告商那边也火速打来电话核实，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况。我说我会澄清的。陈兆年对外宣称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邀请了我的亲生父母和我，演员就位，戏台搭好，那就开始吧。陈家父母走进来的时候傲慢不逊，他们对我的低头时拿酒吻。陈兆年的眼中带着得意，你最好现在就认下那些事，我还能对你网开一面，不然等你身败名裂，你求我都不会收手。那表情就像看这条狗，那就让我们看看谁会成为那条狗。媒体就位，陈家父母和陈兆年又把网上的那些事说了一遍。到了我先放出了一个视频，陆欣有些憔悴的出现在画面中，陈兆年瞬间慌唤起来。视频里的那只猫是我和陈兆年一起喂养的流浪猫所生的其中一只小猫，因为额头上有个月亮形的白毛，所以我给它取名叫小月。当时陈兆年说他会把这些小猫送给好心人领养，这些是领养前的照片。陆欣展示了陈兆年抱着小猫的照片，他声音已经哽咽，我一直很相信他。陈兆年，我那么爱你，你怎么能骗我？陆欣泣不成声，视频也到此结束。我补充了一句，支持小猫出现的时候，我还在国外，不可能会接触到这只猫。现场的媒体彻底炸了锅，但是虐猫并不能定罪。我看了已经慌了神的父母一眼，对着媒体道，大家既然辛苦来这一趟，想必想知道更多的真相。我放出了下一条视频。父母看着视频里熟悉人脸，彻底慌了。里面是老家的乡亲们，他们讲述着父母的重男轻女，对我和姐姐的虐待。老陈家手狠着那么大那么长的棍子，把3、4岁的女娃娃死里打压，怎么都劝不住，可不嘛，大雨天还在跪院子里，还不给饭吃。小女儿就晕了好几次了，他家那俩女儿瘦了嘞，就剩骨头了，还要天天干活，稍有不如就要被打被骂，怎么能有那么狠心的爸妈呀？他家的儿子可宝贝了，全村霸王，小孩子吵吵闹闹很正常，他家的可是拿石头砸人类，砸伤好几个人了。老陈家又凶，大家吵不赢又打不过，只能躲着走。他们经常说女儿是累赘，恨不得女儿都死掉，可以安心养儿子。小女儿丢了之后，他们就搬出去了。听说他们那个大女儿经常出去找，可惜后来出意外死了。视频最后出现了收留我的老道长，他亮出了自己的医生证，对着镜头认真说，我捡到他的时候，他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伤，这么大的药量，他不可能是自己走丢的，应该是被遗弃的。最后的视频画面有些古早，是一群学生在天台上放烟花，烟花亮起的那一秒，镜头拉近，是8岁的陈兆年把10岁的姐姐推下楼的画面。陈兆年和陈家父母被警察带走了，他们会被重启调查，这些年做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我把这些年寻找到的所有蛛丝马迹都交给了警方，林彦希请了最好的律师，让他们多加几年。我把姐姐的粉从老家迁了出来，这样我就能常常去看她了。18岁的陈兆年有相爱的恋人，有能一步登天的机会，可以当明星，可以考高考，有大好的未来。这首一切会被湮灭，就像烟花一样，炸开的瞬间，多好看啊！陆宪狠狠道，肯定毁了我。你看，他享受了爱情，无视了无数人的劝疾，回过头来就怪我揭露了真相。他和陈兆年何尝不是一种人？我主演的电影上映了，片尾的致辞先给了我的姐姐。我把所有片酬用来创建女童基金会，希望为那些不能选择父母的女孩们能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未来，而我要和我的家人享受未来。走了，回家吃饭。林妍希说，好，我笑着牵起她的手，全问完姐。